歡迎來到新興消息頻道，請訂閱頻道，所以大家不要錯過當天最熱門的新聞。我們今天的時事通訊包括以下內容：權勢反轉，譚松韻逍遙40集大結局，是今年看過最意外結局。跨越千年的莫比烏斯之戀，逍遙與紅葉在3世輪迴中錯位相逢，每一次初見都是重逢。從人族公主與妖王的生死虐戀，到龍主與皇子的身份逆轉，最終在萬妖谷完成未竟婚禮。當嫩黃衣裙再次推開那扇門，所有的伏筆都在時光盡頭嚴絲合縫這場循環往復的星辰軌跡裡，他們永遠在修補遺憾，永遠在重新相愛。譚松韻、侯明昊主演的奇幻劇《逍遙》迎來大結局了，最後5集超前點播，加上日更3集，一口氣看了8集。看完後心情久久不能平靜，一會兒哭一會兒笑的。最後幾集信息量巨大，有很多虐心和反轉情節，看完意猶未盡。這部劇開局就被吐槽劇情老套，可追評後才發現這劇情壓根不老套，不是常規的生世輪迴設定，而是一個類似於莫比烏斯環的愛情故事。表面上是3世宿命相愛，實則在時光的輪迴中一直都是彼此，錯位相逢卻不減愛意。萬妖谷面臨大戰，但紅葉失去了靈力。逍遙為了幫助紅葉重獲靈力，只有開啟光陰逆轉術，回到100年之前，取回紅葉的淚晶。原來100年之前的寧安公主就是逍遙，紅葉一直愛的都是同一個靈魂。之前埋的囉囉大力、瞎爆扇面、梅餅，伏筆全對上了，前面劇情其實都是鋪墊。看了兩人100年前的相處細節，就會明白開局紅葉為什麼會那麼快愛上逍遙，倆人初見其實就是重逢。100年前逍遙是人族公主寧安，紅葉是萬妖谷妖王。人族皇帝同意2人大婚，讓紅葉去尋找玉里泉，謊稱讓寧安能夠長生。紅葉很愛他，確實為他做到了，但皇帝就是為了自己的貪欲，大婚之日布陣殺紅葉，操控了寧安，讓他親手殺了紅葉。100年生死兩茫茫，逍遙帶着寧安的記憶和紅葉的元神回來了，他終於理解了紅葉所有的苦痛，更加心疼和愛慕紅葉，把元神還給了紅葉。逍遙吻醒了沉睡的妖王，滿級的妖王紅葉回來了。窮奇、騰蛇、敖狠3大上古妖獸被黑五解開封印放出來後，看到逍遙和紅葉情深似海，又嫉妒又憤怒，3個大妖都想殺了紅葉，但逍遙阻攔，他們又是逍遙的獨為，只能作罷。3大妖一直看不慣紅葉，最主要還是萬年前就結下了怨恨，但逍遙和紅葉已經沒了萬年前的記憶。逍遙為了斷了3大妖對自己的念想，決定和紅葉大婚。100年前沒完成的那場婚禮，如今在萬妖谷終於圓滿了。逍遙紅葉大婚，萬妖谷的群像太美好了。逍遙笑得好燦爛，紅葉的嘴角一直上揚。觀眾都自願選擇第32集為大結局，這裡太美好了。皓月苗來雙影豔，寒霜映出鬢頭眉。恭喜君上逍遙喜結連理，佳偶天成，白頭偕老，萬年好合。但還有一堆問題沒解決，3大妖對紅葉的怨恨，逍遙要了解清楚，只能再次啟動光陰逆轉術，回到萬年前。逍遙紅葉身份逆轉了，逍遙是龍主最厲害的大妖，而紅葉是人族皇子，沒有靈力，是妖族口中的低賤種族。整個人族都被欺壓。萬年前，龍珠與人族共創第2世，寧安傳承逍遙第3世偏愛。逍遙對紅葉的好讓3大妖都嫉妒了，尤其是敖狠，看到自己送給他的手鏈給了紅葉，對他百般折磨，讓他吃盡苦頭，還當着紅葉的面屠戮人族子民。從這裡，紅葉就恨上了敖狠。意外的是，逍遙好友龍芷也不願龍主對一個人族這麼好，認為他不配，便冒充是敖狠族殺了紅葉的爹，
再次挑起人族和妖族爭端。紅葉為了報仇，獲得力量後要集齊妖族8大寶珠，獲得御禮權，就是想讓人族和妖族一樣長生。為此利用了逍遙人族偽裝成敖狠族屠戮其他妖族。紅葉還假扮逍遙，讓騰蛇、窮奇、敖狠帶上各自寶珠來參加逍遙的婚禮，還欺騙龍玉要用蒼龍族寶珠給逍遙做鳳冠。單純的龍玉上當了，龍指渡劫失敗死去，臨死前才說是自己冒充敖狠屠戮人族。等逍遙趕到沙漠大婚現場，發現紅葉已經集齊了寶珠，封印了3大妖，他們直到萬年後才被解除封印。逍遙很心痛，手刃了紅葉，震碎了昆崙鏡，防止人妖兩族為了御禮權導致無休止的爭鬥。最後還拜託龍玉3件事，讓他努力修煉當妖王，還照顧好3大妖和紅葉，讓紅葉日後為妖族贖罪。5000年後，紅葉醒來成了妖，之後就在萬妖谷庇護修為低的小妖。回到萬年後的逍遙和窮奇、敖狠、騰蛇解開心結，幾人分4隊去尋找昆崙鏡片剩下的生老病死4塊碎片。此時的翩翩和秉燭已經徹底黑化，3大妖都死在他們2人手中，秉燭還吸收了他們的靈力，最後準備滅了萬妖谷。紅葉和逍遙已經達到最強時刻，打敗了秉燭和翩翩。讓人意難平的是，小木被殺，從此只有小明存在了。檀介入翩翩身體復活，他喚醒了秉燭，帶其離開。秉燭奪走的昆崙鏡碎片都回到了紅葉、逍遙手中。紅葉選擇犧牲自我，將昆崙鏡封印體內，消逝前恢復萬年前記憶。世間恢復了平靜，人和妖不再對立，但逍遙和小明都好想紅葉。逍遙翻遍古籍，習得更厲害的法術，再次開啟光陰逆轉術，他再穿越了，一切重新開始了，一切才剛剛開始。開始即是結束，結束也是開始。再看第2集，才驚覺命運齒輪的咬合，早在最初就已嚴絲合縫。第2集中，初來乍到、渾身不自在的逍遙推開草廬的門，看見紅葉為他鋪好的床墊與紗帳，那具遲疑走錯房間，帶着陌生與疏離。而在大結局的時光倒流中，他身着同樣的嫩黃衣裙，再次推開那扇門，說出幾乎一模一樣的話語。只是這一次走錯地方的背後，是穿越了生生世世，背負了所有記憶的歸來。紅葉那句不變的我給你準備了一些東西，不再僅是照料，更像是一場等候已久的守候與迎接。在故事的開端與盡頭互問，完成了身份與命運的對調與呼應。而敘事上最精妙的一筆，在於紅葉視角的倒敘與逍遙視角的正敘並行，命運反復，把他們重新牽進輪迴中。逍遙與紅葉如同被困在永恆莫比烏斯環上的2點，不斷相遇、別離、遺忘又重逢。每一次重新開始，都是對上一次遺憾的修補，也是對下一段羈絆鋪墊，在循環往復的星辰軌跡中一次次相愛。對於這個結局，你是否滿意呢？